假如在战场上投放丧尸病毒，后果能有多可怕？死去的士兵纷纷复活，变成残暴且嗜血的丧尸，他们如猛兽般肆虐，任何生命体都将无处躲藏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丧尸电影《红色代码》。二战期间，苏联和德国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，超过200万人在这场战役中丧生。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德国士兵汉斯发现身负重伤的战友，枪林弹雨中，汉斯终于找到医生。这里躺着很多伤兵，大多已经没了呼吸。汉斯请求医生去救战友，可看着即将失守的阵地，医生彻底绝望，随后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战友这边，他刚拿起妻女的照片，一颗炮弹落下，将他整个击碎。等汉斯返回时，只看到他破碎不堪的遗体。战争结束后，汉斯精神还是出现了问题，最终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。时间来到现代，美国中情局意外获得汉斯的日记。根据上面记载，他曾在作战的某天深夜，看到苏联军机偷偷向战地投放生化武器。只见白色气体弥漫开来，很快那些死去的士兵们渐渐复活，他们如野兽般不停发出嘶吼声。对此，上尉约翰不以为意，以为是汉斯瞎编的鬼故事罢了。但无独有偶，最近中情局得到消息，他们位于保加利亚的某个基地出现异常状况。军方推测，苏联人竭尽全力想要抹杀和掩藏的生化武器就藏在那里。为了查清楚事情真相，约翰奉命以调查官的身份进入保加利亚。在那里，他将和一个名叫安娜的军医接头，了解此事。几天前，安娜接手一起紧急生化事故，士兵在基地军火库巡查时，不小心被炸药桶误伤，陷入昏迷。经过抢救，士兵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士兵的尸体突然长满脓包，紧接着便原地复活，对医生发起疯狂的攻击，直到安娜闻声赶到，才一枪将他送走。上校担心事情闹大，对外界封锁消息，并且让安娜出具报告，声称是大家吸入有毒气体而产生的幻觉。安娜不肯配合，结果就被上校停了职。他的遭遇让约翰不得不开始相信，或许汉斯日记里说的都是真的。第二天，约翰找到上校，想要去军火库查看，却被对方当场拒绝。不得已，约翰只好选在夜黑风高的深夜，偷偷潜入基地内部，乘坐电梯一路向下，很快来到发生事故的第8层。此时的约翰并不知道，上校一直在和外面的商贩秘密进行着军火交易。军火库里的弹药肉眼可见的少了很多。担心东窗事发，上校吩咐手下偷偷将定时炸弹放在军火库。漆黑一片的仓库中，约翰小心翼翼观察着四周，突然2个士兵出现，将他打晕带走。此时炸弹正是进入1小时倒计时，等将所有人从基地疏散，它将彻底引爆。黎明时分，基地上空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，黑色浓烟迅速蔓延到居民区，人们疯狂逃离，涌入政府安排的掩体中。然而混乱中，安娜和女儿小米却被人群冲散。安娜无助地询问人们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士兵哈罗德安慰她，一定会帮她找到小米。当前最重要的是行使医生的职责，帮助受伤的民众处理伤口。此时的小米正无助地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，无处可去的她最后一个人返回家中。不料对门老太太已经尸变，嘶吼着对小米发起了进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邻居眼镜叔出现，乱棍打死了老太太。小米趁机逃到楼下，可没想到眼镜哥刚到门口就被一群丧尸团团包围，悲惨下线。随后丧尸再次盯上小米，恰好2名警察开着押送车冲了过来。虽然帮助小米化解了危机，但在巨大冲击下，车辆发生侧翻，警察艰难地爬出驾驶室准备离开，可是一切已经来不及，丧尸如猛兽般扑过来，2名警察被撕了个粉碎。不远处，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正朝着居民楼里狂奔，狮群听到动静后追了过去，小米这才转危为安。掩体中，哈罗德告诉安娜，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小米的下落。就在安娜惴惴不安时，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躲在这里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变异，没一会儿功夫就变成满脸长水泡的丧尸，开始疯狂咬人。人们要么变丧尸，要么就在变丧尸的路上。在哈罗德的掩护下，安娜和一对受伤的小情侣成功脱险。
哈罗德打算把车开到桥上，但为了找到小米，安娜死活要下车，眼看劝不动，大家只好陪她一起。小米这边不知不觉走到侧翻的警车旁，此时车厢里突然传来声音，定睛一看，小米认出了他，正是几天前来过家里的约翰。说来也巧，拯救小米的警车里关着的居然是约翰。他让小米从警察身上拿来手铐的钥匙，可看着警察已经被丧尸掏空的尸体，他实在不敢下手。不过在约翰的鼓励下，他还是做到了。解放双手的约翰战斗力爆表，很快就将身边的丧尸逐一消灭。两人来到学校，突然一只丧尸窜了出来。就在约翰奋力杀敌时，小米居然一个人跑了，在空荡荡的教学楼里瞎转悠。走到教室门口时，眼前一幕直接把孩子吓傻。丧尸班主任正趴在地上啃食同事的尸体，小米尖叫着跑开，结果引来更多丧尸。他来到体育馆，手脚并用爬向高处，并且用脚猛踹着下面的丧尸，可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掉下来。关键时刻，约翰提枪杀倒，安娜等人返回家中，只见到猩红的血迹。一直找到晚上，他们行驶至城市边界，小情侣看到那里站着士兵，天真的以为等来了军方救援，兴奋不已冲了过去，结果被士兵乱枪打死。原来上校启动了红色代码行动，整个城市已经封锁，所有人都将被无差别清除。见状，哈罗德带着安娜火速逃离，谁知一辆装甲车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密集的子弹接连而至。哈罗德灵机一动，将车开到限高的路段，装甲车立马被卡住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刚甩开敌人，汽车居然燃料用尽。哈罗德告诉安娜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小米生还的可能性极低，希望她能接受现实。此话一出，安娜瞬间暴躁，又一次下了车。担心他会失控，哈罗德只好话锋一转，表示小米肯定会遇到贵人的，这才让安娜渐渐平复心情。约翰和小米这边，他们原打算去掩体和安娜会合，不料军方一把火烧了里面，丧尸全从掩体中跑了出来，军方将他们围困在一起，准备一举歼灭。糟糕的是，约翰和小米不小心混入其中，很快枪声四起，约翰带着小米成功躲在装甲车底下。尽管丧尸残暴，可在炮弹面前根本毫无反击之力。几分钟过后，尸群被团灭，尸体当场焚烧。然而军方还是发现两人行踪，约翰告诉对方他们并没有感染病毒，希望能带小米出城。但士兵表示，红色代码行动一旦开始，所有生命体都将禁止离开。好在士兵动了恻隐之心，并没有伤害两人。约翰带着小米继续游走在黑暗之中。不久，他们来到之前装甲车被卡住的地方，四周仍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丧尸。这回约翰可算长了记性，他告诉小米，接下来要玩木头人游戏，闭上眼睛倒数10下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千万不能发出声音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约翰麻利地让丧尸领盒饭。紧接着，他在装甲车内发现一个幸存的士兵，约翰强势要求对方将两人送到城市边界。士兵不敢不答应，但问题是汽油即将耗尽，得尽快找到加油站。一路顺畅抵达目的地后，约翰和士兵一前一后走出车厢，可没想到管子太短，够不到加油口，他们只好临时改变策略。约翰和士兵分头行动，到处寻找汽油。可士兵刚走进仓库，就被一支枪对准了身体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早一步找到这里的哈罗德。他挟持士兵来到约翰面前，就在双方对峙时，安娜出现，一眼认出了约翰。与此同时，躲在车厢里的小米也认出了安娜。解除误会后，他们很快找到汽油，并成功给车加油。这时，哈罗德独自返回仓库，准备拿走里面的汽油库存。万万没想到，转角便和丧尸来了个贴脸杀，躲闪不及，壮烈牺牲。上一秒还是比肩作战的兄弟，下一秒就变成了丧尸。尽管事实很残忍，但约翰毫不手软，成功将哈罗德斩杀。完事后，约翰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也被咬伤，他让士兵带母女俩赶紧离开。故事最后，装甲车抵达边界，安娜探出身体，大声表示她知道这是什么病毒，由何引起，只要放了他们，就能研制出解药。然而上校不以为意，坚持不放人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出现一个声音，希望让安娜试一试。原来是美国派领导过来了，按理说安娜母女这回能彻底脱险了。可谁知道小米最后关头又变熊孩子了，毛绒玩具掉了，她哭。看到身后被自己引来的狮群，她甚至提高音量大声尖叫。
尽管在士兵的帮助下，母女俩成功摆脱狮群，但小米似乎已经被感染并且尸变。故事到这里已经戛然而止。看完整部电影，原来前20分钟才是高潮，镜头很带感，战争环境中孤身一人面对凶猛的丧尸，很有代入感。后面就没什么新意了，尤其是熊孩子各种疯狂卖队友，气得我直吐血。总之，这只是一部披着二战外衣的传统的生化丧尸片。如果一直延续开头的二战丧尸片风格，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虎头蛇尾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